1908年，光绪跟慈禧先后去世，朱执信赵生林义典规划，有在广州发动起义，伺机泄露到香港。1909年年初，认识吴汉仪、汪精卫，立宪派广东咨议局副局长邱逢甲，咨议局议员彭炯明。1910年建立同盟会香港支部，决定要在1910年元宵节发动武装起义，计划赶不上变化。1月3号城隍庙事件，朱执信立刻就决定在农历正月初6直接发动。不过大年初1就发生新军跑到警察局投掷手榴弹。林应典在正月初3的时候抵达广州，正式宣布起事。很多军械库控制了几门野战炮，这是一场标准的兵变。吴宗宇立刻抢在城内高点，把马克沁机枪架到上面，双方在城内展开激烈炮战。激战了一天，林应典阵前被打死。这一次起义失败告终。不管是陆军的新式学堂，还是法政速成学堂，结果所有养出来的，通通变成革命分子。以这样子叛变的速度跟规模，满清命不长久矣啊！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欢迎收看今天的互来座谈，我是主持人历史哥立修。我们今天继续来聊我们的历史讲堂。最近呢，我们师祖师明系列一直在谈革命的部分哦，已经推进到清朝最后的生命的参与了。革命党人的步步进逼啊，让整个清廷是动荡不安啊。有一场革命几乎要成功了，它可以说是一场失败的武昌起义，也是为接下来马上要爆发的几场起义做了一个极大的铺垫。而这一次起义里面呢，你甚至可以看到啊，在清朝寄予厚望的新军当中，竟然有一半的人都叛变了。哇，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背景啊？而且呢，新的革命人物啊纷纷登场啊，抛头颅、洒热血，新的知识分子不论土洋，通力合作，促成这一场惊天动地的革命啊，那就是我们的广州新军起义哦。这场革命在过去啊，我认为是过度被低估了。今天呢，我们要好好深挖一下这一场革命。那关于这样的故事，我们来请教谁呢？我们来欢迎王立本老师，学长好。主持人好，还有全世界的朋友大家好。像我们今天要来聊一下革命持续在推进当中啊，虽然革命一边在闹大分裂，可是呢去了中心化，我们上次留了一个伏笔啊，没了党中央，但是不代表地方党部不能运作啊，党员不能活动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中央是吵得一团混乱，大家公开撕裂啊。兴中会、华兴会的系统呢，虽然呢还在努力维持的，但光复会是一去不复返了。我们也知道啊，在1910年的当下，整个革命啊前所未有的让孙中山感到悲观，他人头一转啊就去了美国了。当然名义上是去募款，另外一方面呢也是看看有没有新的机会啊。可是其他人并没有停下来啊。我们看到在一个新的背景里面呢，出现了一场新的起义啊，被号称叫失败的武昌起义。广州新军起义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呢？家里没大人，结果小鬼当家，反而弄出了非常不一样的一番局面。其实也代表当时革命的条件，或者说革命成功的条件，已经几乎在各省接近成熟了。就去中心化的结果，反而让当时整个革命的力量在各省迸发出来。而且在1910年的广州新军起义，就几乎要完成很重要的一次起义。那我们看广州新军起义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它是第一次新军里面响应革命的规模已经达到驻地新军的一半，而且若不是因为一些阴错阳差的事件，其实很有可能就在这一次一举就拿下了南方的重镇广州城。广州新军起义这一次又被国民党的党史上称作叫第二次广州起义。紧接着我们会看到不久之后，革命党人又在广州又搞了一次329黄花岗起义，那就是第3次广州起义。也就是说，两广这一带实际上大概从1906、07年之后一直到这个时候为止，这几年一直都是革命党起义的重点。如果广州这边能够一举拿下的话，那也的确有可能会对整个大局造成相当大的影响。好，我们来看一下广州新军起义这个时候同盟会的中心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因为光复会对孙中山的领导有各种疑虑啊，包括经费路线等等这些问题，所以使得光复会的两大巨头章太炎跟陶成章跟孙中山几乎已经到了完全反目翻脸的这样一个地步，所以他们随即就退出了在东京同盟会总部的运作啊，所以导致同盟会的总部，但基本上从1908年之后，至少有1年多的时间都呈现一个空心化的这样一个阶段。因为我们知道孙中山大部分在海外嘛，黄兴对冲锋陷阵比较有兴趣，而且黄兴也不参加光复会的倒孙运动。但是我们上次也提到，其实同盟会也有一位年轻有为的革命干将，属于华兴会系统，也在这个时候逐渐的把
把过去同盟会在东京这里的中心化的状态把它弥补起来。这个人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宋教仁，不过还有一点时间了，他也逐渐的在重新组织在东京的同盟会总部。我们后面又看到宋教仁很快就扛起了组织的重任，而且还对后来武昌起义的成功有非常重要的贡献。那我们再看一下广州新军起义的几个主角，其实我告诉各位，这几个人过去在革命党里面都不算是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对，就这些人，他们所迸发出来的革命力量是让人非常震惊的。第一个就是广东番禺人朱执信，各位注意好，这些人在这个时候来讲是相当年轻的哦。朱执信1885年出生，用大陆朋友的话讲是19世纪80后，在当时来讲是后起之秀。其实朱执信他的父亲、他的祖父过去也都在满清政府地方的官署里面担任幕僚，所以他们家也可以算是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他在国内的新式学堂就读期间，功课表现良好，所以在1904年到06年，他就被公费送到当时的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科读书。朱执信到了东京读书之后，一开始他功课非常好，而且他的日文程度也非常的好。因为他到了东京之后，接触到当时已经在日本受到相当注意的马克思主义，包括1848共产主义宣言，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的资本论等等。根据考证，他应该是最早将马克思主义用日文的版本翻译成中文，当然是部分结义啦，而且陆续的在东京的一些华文刊物上面逐渐登出，就让当时许多留学生开始注意到，原来欧洲当时社会主义已经发展出比较激进的一个分子。那朱执信一般是认为说，他大概也差不多在1906年左右加入了同盟会。加入同盟会之后，他也在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上写过几篇文章，主要是攻击当时的立宪派。我们知道朱执信他是公费留学啊，公费留学竟然开始攻击立宪派，对不对啊？主要攻击立宪派，满清政府没有立宪的可能，这段时间搞什么预备立宪啊等等，都是在欺骗当时的中国社会。不过无论如何，就我们现在看得到资料来讲，朱执信在当时的同盟会里面并不算要员，他就在1906年加入同盟会之后没有多久，他毕业归国了回到了当时栽培他的广东省做事了。我告诉各位，这些在国外留学的知识分子回到国内之后，如果不是读军校的话，基本上大概就是在2种机关服务最多，第一个就是地方的行政机构，第二个就是在新式学校里面担任老师。我告诉各位，这两者如果比较起来，后者可能影响力还更大，因为他们可以在国内学校里面完成洗脑大业。他进入了当时广东省政府很重要的一个学校——广东法政学堂。对，广东法政学堂这时候已经培养出不少人了，包括我们后面会讲到的陈炯明先生。后来他还进入到两广方言学堂，专门教外语的。还有广州陆军小学堂，这就厉害了，各位。对，这个陆军小学的概念跟我们今天讲的小学的概念并不完全一样。这时候陆军小学大概都是15、16岁的年轻人去就读，经过2年的军事训练、养成教育之后，差不多18岁左右就在新军当中担任基层的干部。所以这个小学堂是很重要，因为它会影响到整个广东新军的走向。也就在担任小学堂教习这段时间，他还结识到当时广东在地的青年革命军人，而且当时这些青年革命军人非常的仰慕他、崇拜他。一方面他能写能讲，二方面他见过世面，那这些新军人本身就有一些新思想的启蒙，所以对这样的老师就特别崇拜。据朱执信之后他自己讲，到了1907年底，他也是有许多死忠的粉丝跟随他、听他的话。各位，你看他回来1年而已，播种的工作就完成了，就开始有许多革命的萌芽出现了。第二个，这一次广州新军起义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倪应典。倪应典也是1885年出生，各位，他是安徽合肥人，他跟我们前面讲到的一些革命党的领袖有一点不一样，就是他并没有留学的背景。我们知道，从庚子新政的时候，满清政府中国各地开始办新式学校，对，基本上2种学校办最多，一种就是师范学校，因为当时要办教育；第二种是各地办警备学堂、简单的军校。倪应典就是很典型的这例子。据说他在1903年的时候进入安徽武备学堂就读，在1904年的时候毕业。他在武备学堂就读期间，他就认识到一些安徽的知识分子，包括陈独秀、柏文蔚，基本上都成为他的好朋友。另外还有一个人也蛮重要的，他们这几个人结合另外一位当时安徽新军的干部，后来担任过管带，算是中级军官叫熊成基他们就成立了一个很重要的革命团体越王会，这等于是安徽地方的革命团体的分支越王会很重要一点是，它主要吸收的对象有2种，一种就是安徽地方上各新式学校的学生，或者说青年知识分子；第二种就是吸收安徽新军的青年干部，包括士兵在内。所以各位，这种新的知识分子跟新军基层的士兵还有干部结合起来，就成为我们后面要讲从新军起义开始一直到辛亥武昌起义为止很重要的一个革命成功的模式据说倪应典在武备学堂学习的成绩还不错在1906年的时候，他又被送到了江南的炮兵学堂
里面去受训。江南炮兵学堂的创始人就是两江总督刘坤一，学堂其实成立的时间也蛮久，他跟江南名字就是江苏啦，其他几个江苏地区的重要的军校，包括江南水师学堂等等，都差不多在20世纪初的时候成立。各位，这个在19到20世纪的军校里面，通常功课最好的才能参加炮兵。为什么？比较帅。对，拿破仑有句话叫炮兵就是打数学，这数学一定要好，否则的话没有办法加入炮兵。你一点被安徽新军送去学炮兵，可见他功课算是很好的他就在江南炮兵学堂里面进修的时候，他认识了一个很重要的人，叫做赵升。赵升这个时候同盟会在长江下游地区很重要的一个干部，他除了负责联络长江下游各地的新军的统治之外，也开始锐意的吸收新血，加入到同盟会里面去。1907年的年底，赵升跟朱执信在广州取得了联系。我们知道1907年的时候，在安徽的安庆曾经发生过一次新军的叛变，历史上称作的第2次安庆起义。这次安庆起义的规模并没有很大，但是呢，也因此让许多过去跟同盟会有所牵扯的军官就没有办法再受到安徽新军的信任，所以林应典就只好离开了安徽的新军，等于是被开除了啦。简单讲，但是他没有多久就跑到了广州。到广州的时候，他又跟他的老朋友赵升，还有已经在新军当中传播革命种子的朱执信取得了联络。朱执信在1908年就透过他的关系，又重新把林应典招纳入广州新军里，担任炮兵2营右队2少少官，就是中尉排长，用今天的官阶来讲好，第3个重要的人就是赵升。赵升是江苏镇江人，各位有没有发现？有许多非广东省的知识分子或者军官都加入到广东的新军或者广东的新式学校里面去，可见广东是一个相当开放的省份。对，那赵升是镇江人，他们家书香门第啦，他们家不是秀才就是举人，他17岁就考中秀才，在地方上有才子之称，他的诗词文章都写得非常好。不过他很快就知道，基本上未来科举考试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嘛，所以他在1901年的时候就考入了江南水师学堂。据说赵升的数学成绩非常好，他在1903年的时候也是一样公费被派到日本考察军政，没有多久也都认识了当时的黄兴。据后来的人回忆赵升到了日本之后，有许多革命团体都拉拢他，包括光复会。我们知道他是长江下游的镇江人，所以光复会陶成章这些人也拉拢他。不过他比较佩服黄兴，甚至有一些部分的笔记记载，他跟黄兴还结拜为异姓兄弟两个人可以说是情投意合，对不对他在1906年回国之前就加入了同盟会，据说他也在日本见到过孙中山。在孙中山的指示之下，你就回你的老家江浙这一带，好好的发展革命的组织。据孙中山跟他讲，你要注意新军内部同志的联络，所以他后来就回到了江苏，担任新军的军官。他最高的时候曾经担任到新军第9镇第17协33标标统，相当于上校军官。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在新军内部的革命党党人里面，能够当到标统是非常高的，而且是很少见的。那他能掌握的人脉跟能掌握的资源跟号召力自然就不一样了。这边做几个补充首先大家可以发现知识分子本身的直性在转变。为什么花一点时间介绍这3位新军的领袖人物呢？你会发现第一个非常年轻，19世纪80后，这个时候都20几岁而已各位。像是朱执信跟林应典他们在搞的时候，在20出头他赵升略大一点点，但也没大多少所以你可以知道他们的积极性那当然，因为赵升他年纪略大一点，所以他的官阶上面也发展的比较快一点这一点也要注意到。可是有个重点他们在东京的同盟会内部都不是主流因为他们可以说是基础会员，身负这个重任。再来，我们可以看到省级的多样化，在同盟会组成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各省那个地域之藩篱还有包括后来同盟会大分裂的时候，其实各省的那种地域藩篱是很重的。可是你可以看到新的知识分子，他们对于省级的状况，他们是相对来说没有这么的严重。国族观念已经有了，没有错。所以很多人说梁启超创造了中华民族这个国族观念，这是错的。梁启超只是赋予了他一个名称而已。国族观念在晚清的西历东渐的冲击之下，他就慢慢的把传统的中原汉族文明中心，慢慢就转换成一个符合现代的国族潮流，也就是民族国家啦。只是差别在你是广义民族国家还是狭义民族国家的差异而已再来这种省级的跨越很大。赵升照理说应该是光复会的铁杆才对他具有相同的背景、相同的家世，可是他却选择加入了以孙中山为主的同盟会主流派嘛。所以这一点也是大家相当值得注意，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在讨论这些革命的时候，你很难像有些人喜欢标新立异或者什么营销号，他们很喜欢去排斥革命里面的这些大佬的重要性。你可以看到他们会凝聚起来，他们是透过这些人脉结合理念的贯通。所以孙中山、黄兴为什么在这里面有他的重要性？
甚至包括光复会出去的像张太等等，我们都不能忽视所谓的重要性。所以有时候我跟学长私底下在聊，我们都在讲说，到底是 founding father 还是 founding fathers， 到底是建国的国父还是建国诸父？其实讲到现在，你会觉得，像 founding fathers， 甚至是 founding fathers and mothers， 应该是我们应该要去拓展我们这个概念啊。也就是说，革命的主事者他的内涵在改变，而且更值得注意的是，本土新知识分子的大量的加入，而且转变的速度是以前所未有、令人啧舌的速度的快，非常快。所以我们可以说，对蜻蜓来说，这是可怕癌细胞啊；对蜻蜓来讲，如洪水猛兽嘛。当然，在广州是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因为黄兴也来了嘛。那黄兴这几年其实在两广地区也是熟得不得了啊，到处的潜逃啊，我看也干了不少了，然后到处联络。所以呢，革命的准备就紧锣密鼓的开始了。徐阳，那接下来他们怎么准备这个革命呢？这一些革命的后起之秀，有一点我们真的是要佩服他们，说干就干。他们在1906、07年加入同盟会正式，然后彼此串联之后，在广东这边开始相聚之后，马上就开始规划，那我们就在广东这边干一次，而且也不用跟谁报，准备好就干。所以当时的朱执信、赵生、倪义典3个人，当时就规划准备要在1908年的12月，在广州这边发动一次起义。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年11月，光绪跟慈禧先后去世，尤其是慈禧的去世，慈禧去世可以说是满清政府的一次改朝换代。所以当时赵生跟朱执信就判断，满清政府这时候政局不稳，中央可能会发生一些斗争，那可能广东这边天高皇帝远嘛，一定管不了那么远，那我们这边发动起义，成功的机会就很大。他们本来原定是要在1908年的12月发动，主要计划就是发动在广东内部新军的统治，共同夺占军火跟弹药库之后，然后一举攻下两广总督。不过就在12月初的时候，突然间事机泄露，这件事情就让满清政府知道了，所以两广总督府就下令巡防营跟所有没有加入革命党的新就开始大肆逮捕疑似加入革命党的成员。当时逮捕的手段最为猛烈，而且杀的绝不手软，就是大名鼎鼎的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李准这个人真是狠角色，对革命党的伤害太大了。李准抓的人最多，杀的也最多。据说李准以他所带的部队逮捕100余人，而且绝大部分被他逮捕之后，就在街头就地处决。其中一个处决很重要的，就是当时新军的军官叫葛谦。本来葛谦是要在新军里面里应外合，就没有想到被逮捕，就地斩首了。被逮捕这些人里面，有一些受不了严刑拷打，也就供出了朱执信、倪义典等人的身份啊，就导致朱执信、倪义典、赵生这些人都被通缉了。不过还好啦，广州这时候有一个方便之处，就是离香港没有太远，对不对？被通缉之后，赶快找一条船混在来往的船只里面，就可以逃到英国的殖民地香港。所以后来到1908年的12月之后，朱执信、赵生、倪义典等人为了躲避通缉，就跑到香港去了。不过跑到香港之后又有意外的发展，因为这时候1909年的年初就认识了从东京同盟会也跑到香港这一带来活动的一些重要的同志啊，包括胡汉民，另外还有一个非常有才气的汪精卫。各位，这两个都是过去我们讲新中会3小强之2，对不对？对。他们为什么跑到香港？因为这时候在东京的同盟会都已经快要呈现中心化了哈，留在东京也没什么用，他们就到香港来哈。另外还有其他比较重要的人哈，也在香港，这时候跟他们一起会合，包括台湾人比较知道当时的广东咨议局副局长邱逢甲，另外还有一位法政学堂毕业的陈炯明，这人当时是咨议局议员。注意哦，各位，邱逢甲跟陈炯明在当时一般人的概念里面，他们是立宪派哦。对，那他们这些人到了香港之后，就跟朱执信、赵生、倪义典等人会合，也是一样一拍即合。他们马上就认为说形势大好。根据朱执信后来的回忆，他觉得也很高兴，原来满清政府的咨议局里面都还有我们的同志啊，所以朱执信反而就觉得士气大振，觉得应该还有机会，我们再来搞一次啊。所以他们就决定要在1909年的年底，大概12月左右到10年的年初左右，想要再发动一次啊。而且朱执信当时很有信心，告诉不久之后来到香港的黄兴，虽然我们上一次08年底想要起义失败了，但是在广东新军内的组织并没有被瓦解，也就是满清政府并没有能够把革命党做致命性的打击，只有几个人被抓而已。所以他认为说，如果我们再卷土重来，还是有可能会成功的。倪义典也赞成这个说法，倪义典当时也告诉黄兴说，越来越多新军里面的军官，甚至基层的士兵加入到同盟会，或者是成为同盟会的精神会员，就是他虽然没有加入，但是他愿意在行动上配合的哈。所以倪义典这些人都认为，这时候在广东这边的革命环境实际上是越来越成熟，因为加入的人越来越多，而且组织还不断的在扩大。1910年的时候，他们就在香港建立了同盟会香港支部，还是一样由胡汉民担任香港支部的主任，而且他们很快就拍板定案，决定要在1910年的1月底
就差不多农历新年前后要发动一次武装起义。据说最希望赶快发动的人就是黄兴，黄兴吵架已经吵到受不了了哈，他就很希望赶快真的来打一仗。而且这时候根据胡汉民后来的回忆啦，他认为说应该是很有成功的机会，黄兴也同意，因为广东这边同志多，而且组织很严密。另外还有一点是，几乎所有我们看到革命党的很重要的要员，这时候都已经在香港这一带集结啦，对不对？所以领导人也不缺乏，可以说天时地利人和都已经具备了，所以他们认为说应该就是要发动了，他们就开始分头进行。黄兴派了一个人先潜伏回到国内，这个人叫胡义生，对，胡义生的堂哥就是胡汉民，到广东去干嘛呢？去联络广州市周围的番禺、南海、顺德这些地方的会党。我们知道黄兴前几次在两广一带起义，所以他跟这边的会党有认识嘛。另外，朱执信派遣他2个学生，这2个都是新军的成员，叫做姚宇平跟张禄春，负责联络广州市就省会附近的巡防营。另外，倪应典则准备要潜伏回广州，联络他过去在广东新军里面的旧部根据朱执信的说法，当时广州各界有可能会响应新军起义的新军成员以及巡警，他认为不下3000人。各位，这时候广州的新军有多少人？根据我们今天看到资料，大概6000人左右。也就是说，他有信心能运动一半的新军加入到革命行列。各位，这个条件已经比当年徐锡麟在安庆的起义要好。徐锡麟在安庆起义就是100多个巡警学堂的学生，这已经不是了，这已经是从军官到士兵，再加上军校学生3000多人可以加入到革命的行列。这意思是很庞大的军队，而且他们是新式部队这边大家知道。所以中国也有马克沁机枪还记得那个是生命收割机。好，我们继续来看，后来联络的工作也相当顺利。基本上已经陆续完成，所以他们又把时间稍微做了一下调整。他们决定在1910年的2月24号，一开始是计划，因为这一天是元宵节，元宵节办灯会嘛，所以整个广州市内部就非常的热闹。他们认为这个时候趁乱发动起义是可以的。倪应典就在1月底的时候潜伏回广州，准备跟新军的同志们会合。他们的作战计划就是这3000人趁着元宵节的时候发动，一举攻占两广总督府。攻占总督府之后就要成立革命政府。他们当时推派的革命政府的元首，就由我们刚刚讲咨议局副议长邱逢甲来担任未来新的广东革命政府的元首，朱执信就担任副元首。这个时候的孙中山伤心离开，去美国募款，重新再吸收同志的同时，这一些小强们已经受不了了，对不对？真的就开始干了这边补充一个有人会觉得说，为什么需要再推派一个邱逢甲来担任革命元首？大家了解当时的社会氛围，邱逢甲在广东地区他是有很高的人望的。因为第一个，邱逢甲是进士出身嘛，而且他还打过对日抗战，所以他既有民主的情怀，然后他本身老家是广东人，所以他这广东这边地缘又非常的好，所以他当时可以说是两广这边的名人呐。大家了解，在清末到民初的时候是个士绅社会，那这个士绅社会它是需要有这一种名望的士绅来带领，他才有办法呢让整个社会稳定下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革命是相当成熟了。你可以跟早期我们前几讲在谈论革命的时候，你会发现前几讲在谈论革命就是我想革命，接下来不知道。但他们已经在考量的是革命后的秩序了，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这个秩序的考量，它不是只是单纯说，因为我是革命领袖，所以我来当老大，而是呢，我必须要顾及社会的观感、社会的整个条件现状。所以我找了一个，虽然现在在明面上是立宪派，实质上是我同盟会同志的邱逢甲，而他已经是广东咨议局的副议长了，他这时候非常有影响力。而且事实上，邱逢甲跟陈炯明后来还被选为当时联省咨议局的代表。大家了解，一省派2个而已哦。你如果用今天美国的体制来看的话，就相当于参议员啊。所以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后来辛亥革命的时候，为什么硬是把黎元洪从床底下揪出来，这需要一个人镇住脚。这一点，请大家要了解到这个部分。那也就代表说，这是一个成熟革命的组织跟活动，这个规划是相对完整的。那学长接下来都准备好了，那就干吧。可是好像出了一点意外啊。这世界上有一句话讲得好，叫做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对不对哈？我们知道革命起事，虽然说这一次已经有比较成熟的计划，而且连革命之后的社会秩序跟政治秩序怎么安排就已经想好了，但是呢，还是发生了一些意外事件，这就考验到整个革命阵营的应变能力。之前发生什么时候？在阳历的1月30号，1月30号这一天，在国民党党史上称作叫城隍庙事件。当时有一个新军的士兵叫胡因元，胡因元当时他是负责联络跟制作当时革命如旦起义发动之后要用的一些徽号、袖章、肩章、领章这些的，还有旗帜的制作由他负责哈。当时胡因元是把工作包给了当时在
广州城隍庙附近有一间布庄叫秀文斋，由秀文斋来负责制作我刚上述讲的这些东西。后来制作到快好的时候，当时胡应元那天有事，他就叫他另外一个同袍华承宗去秀文斋去把这些已经做好的旗帜啦、领章啦、袖章啦这些把它拿回来。结果这个秀文斋的老板据说他发现到，你这制作的这些东西是要干嘛？想造反吗？对不对？所以据说秀文斋的老板也蛮坏的，他竟然来了一个坐地起价，就告诉华承宗可以啊，我把这些东西给你，但我之前讲的价钱已经变了，他就要革命党跟他加钱，否则这些东西不给你，而且还扬言，如果你不愿意给我钱，我就去告官，你们这些青年军人想造反。华承宗非常的生气，据说就跟秀文斋里的老板还有伙计们发生了严重的扭打，打得一塌糊涂，而且打的地点就在城隍庙前面。各位，中国传统社会就庙口前面是最热闹的，就它就演变成群殴，因为有一些新军士兵也不爽啊，就跑来加入群殴，就跟当地的民众跟新军就在这边打成一团。打架打到一半的时候，广州的巡警就发现这边怎么有人打架，他就上前制止。据说当时就逮捕了很多人，其中有8个就是新军的士兵，新军士兵就被抓到警察局去了。结果这个消息传到营内之后，这些年轻的新军大部分都是血气方刚，对不对？群情激愤，据说有将近200名新军的士兵直接去军火库拿出这些弹药，然后去包围警察局，要当时的广州的巡警立刻放人。但警察拒绝，因为当时秀文斋的人已经向警察招供了，说这些人制作这些徽号啊、旗帜，可能是想要搞兵变了。而且当时警察也扬言说，你们这些人如果继续再闹，那我们马上就报给两广总督府。所以双方就呈现一个对峙的状态，而且情势非常紧张。当时很快就有新军内部的人就把这个消息开电报给人在香港的朱执信。朱执信当时也吓一大跳，中突然间出这样的事，所以朱执信立刻就决定要在农历的正月初6直接发动。不过这时候双方的对峙的紧张态势还在不断的升高啊，而且越演越烈啊。就在大年初1的时候，就发生新军的士兵跑到警察局前面去投掷手榴弹。据说是没有炸死人啊，但是好几名的警察受伤。各位，这就等于是造反啊，对不对？对，当时的两广总督袁树勋怎么处理就很重要了，对不对？其他处理的还不错，因为他知道如果这时候就下令大规模逮捕，那只是逼迫新军提前造反，所以他当时就下令先管制新军过年，不得出营，不准他们再随意的携带枪械。但是各位想想，这个时候在过年呢，一开始袁树勋是希望让这件事情不要马上爆发，结果导致新军反而更为不满。当时状况已经到剑拔弩张，根据当时在广州外国报纸的报道，常常听见零星的枪声，就表示状况已经非常不稳了哈。倪应典在正月初3的时候抵达广州，很快就秘密联络到他在军中的同志。根据当时的记载，他们都非常的激动啊，告诉倪应典说：“我们不要再忍耐了，再忍耐的话，满清政府恐怕就要动手了哈，我们干脆就干了，不需要再等了哈。”就在同一天，倪应典立刻就回到他的部队当中，就在当时广东新军炮兵兵营里面正式宣布起事。他带了几个士兵开枪打死了当时的管带，很多军械库哈，另外控制了几门的野战炮，当场就被当时所有新军的革命同志们推选为这一次广东新军起义的司令，由他来负责第一线指挥。是广东新军当中有3000人是革命同志，总共的新军人数大概6000人，他们有一半的人都参加了这一次的起义了，所以声势一时之间非常浩大，而且他们立刻就向当时两广总督府发动进攻。当时在城内领导新军进行抵抗的是广东新军的一个军官，叫吴宗宇。当时他的官阶是一个步兵营的管带。他当时立刻就集结了还愿意效忠满清政府的新军。各位，你有发现讲到这边，这是一场标准的兵变，对不对啊？而且形成满清军队的内战，我们可以这样讲啊。吴宗宇指挥也相当的镇定啊，他立刻抢占所有城内重要的制高点，而且开始把马克沁机枪架到这些制高点上面啊，开始对在街头上进攻的新军士兵发动猛烈的火力射击。另外，吴宗宇还调动了2门的野战炮防守在两广总督府前面，新军也控制了一些野战炮啊，双方在城内就展开激烈的炮战，可以说对轰，对啊。不过在火力上，据说还是效忠清朝的新军的火力比较强，因为他们有6挺马克沁机枪，这是很可怕的哦。马克沁机枪在当时来讲几乎是杀人神器，对不对？激战了一天，一直打到了大年初4
的上午啊，当时加入镇压新军起义的巡防营里面有另外一位管带叫佟长彪，佟长彪据说是倪应典的安徽同乡，而且过去据说跟倪应典也认识啊。另外还有一个新军的步兵管带叫李景莲，这个人据说也曾经参加过同盟会，或者说他可能在倪应典还没被赶走之前，在广东新军里面也是同志。他们两个人这时候就下令效忠满清的新军，暂时停火。倪应典这时候这个仗打到一半，突然间不打了，倪应典一开始觉得有点突兀，后来他们两个人跑出来叫倪应典出来有事商量。倪应典一开始还相当高兴啊，因为倪应典以为这两个人要率队反正，以为是这样哦，所以倪应典只身赴约。他们三个人就在阵前讲了半天，不知道他们三个讲的什么。讲完之后，你会去看到的人还说倪应典还面带笑容转身回来。我认为可能就是在谈反正的事情。对，就倪应典转身回来，走没几步，突然间一阵枪响，倪应典当场就从背后遭到爆头，当场倪应典在阵前就被打死了。这个可以说剧情急速反转嘛，本来看起来好像有机会成功，就倪应典一死，革命军的阵脚大乱，因为他是总指挥啊。对，而且这时候我们看到有几个管带、中高阶军官还是效忠满清的嘛，所以加入革命党这些大部分都是基层的士兵居多，他们没有声望指挥，而且这时候已经打了差不多1天了，弹药也差不多快打完，满清政府的军队就开始发动猛烈的反扑啊，不但用炮兵掩护射击，而且步兵也开始发动冲锋，击毙了数百名的革命党人，而且还逮捕了100多人。另外还有数百人就只好化妆逃出了广州城，潜伏到广州周围去。不过这些人后来也都加入了不久之后在1911年广州地区的几次的起义，所以这一次的起义就失败告终。根据国民党的资料是讲，这一次起义大概在广州城内新军牺牲300多人。我想真的是非常的惊天动地啊！你可以看到过程当中有一个状况，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本来不是安排好各路要联络吗？但因为提前起事啊，所以当时所准备的外援战力啊，还有后续的弹药运补啊，通通没有跟上啊。可以这么说啦，因为倪应典自己本人也相当年轻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体的规划，虽然相对于之前的革命是非常成熟的，可是在执行的过程当中还是相对粗糙的，逞一时之勇的味道还是存在啊。这个我想也跟整个革命干部的青年化，还有呢他逐渐的军人化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尤其在近代的军人，他本来就是属于比较血气方刚的一个状况啊。大家了解哦，中国现代化陆军之父不就袁世凯？我们之前有提过，袁世凯的训练是非常拙苦的啊。那这时候的新军训练只有更完整，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憋了一股气，那个气啊，那真的是停不下来啊。所以为什么会有人丢手榴弹，你就了解说这个时代的背景。那最后我们来讲一下这一场革命的一些结论跟讨论啊。第一个，我认为啊，这个是有史以来最接近成功的一次革命，比起之前，因为你可以看到它是有起承转合的，它的一个酝酿，首先组织的铺垫，主要人员之间的思想的串联，然后锁定特定的族群，所以它有个起承，他们把组织给发展壮大，然后把各级的军官大概多少，而且他们所掌握的人数，实质上也跟起义的当下人数呢，确实相对是吻合的，不像是徐熙麟那一次还是相对比较人死的状态，以他个人的人脉为主，这个时候已经是系统性的去叛变，这个成系统的叛变比徐熙麟成系统叛变还来得更加的广泛跟规模的巨大，甚至他们都还有退路嘛，比如说当下革命失败之后要怎么处理啊？这么多人跑掉，你想号称3000人响应，只打死了300个，那剩下可能有些被抓了什么，但是折损率才10%多啊，那跟之前革命的时候如果被抓到剿灭，那可是非常的凄惨的啊，就是有很大的不一样，而且他们跟会党人又不一样，会党随时都可以跑嘛，因为会党本来就来自于市井，所以它有一个差异在这边啊。当然了，就是说金军大规模的叛变，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惊讶，但是也确切一个事情啊，以这样子叛变的速度跟这样子的规模，满清命不长久矣啊！哦，迟早要成功了啦。虽然我们是开上帝视角，知道1911年就辛亥革命，可是这个时候这样的一个规模，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立宪派的情绪也是相当浮动的。其实讲白了，社会问题没有这么的贫穷落后的广东啊，可是却爆发了那么大规模的起义啊，而且呢是在整个当时全城老百姓之前啊，那是大年期间啊，就比方在探亲走街串巷，这边在打枪打炮，在革命，所以举世震惊啊，这个震惊度哦，绝对不下于徐熙麟所发动的安庆起义啊，是更甚者啊。当然，这个失败还是有一些状况嘛。首先呢，我们要了解到太仓促了，仓促起事，附近都不能支援嘛。那你也可以说他是运气不好，或者是因点过度自信，确实有运气不好的成分在啊，就发生了城隍庙事件。但是呢，
会不会没有城隍庙事件，也会有妈祖庙事件？很难讲，因为以当时新军的血气方刚的状况。第三个这有客观的外部的条件造成的，也就是在这里的两广清朝的官僚，他们的整个素质是比较好的。做一点小对比嘛，因为大家都知道武昌起义的时候，湖广总督是落跑的嘛，可是这里的两广总督袁树勋、水知提督李准，甚至呢一些中阶的军官，他们在应对这革命是非常果决的，甚至呢李准的手腕是非常严厉这样的一个状况。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两广实在是发动太多革命所以这地方清廷的神经是绷得很紧啊。虽然天高皇帝远，没有办法对你的很多的思想啊、言论什么做很比较严格的政治性的限制，但是就官僚整个系统来说，他们对于革命是有一定的免疫能力的啦。所以这个地方跟大家来报告，这是失败原因的分析。那如果我们从过程来分析呢，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革命的土壤已经完全具备了第二个呢，新军成为革命的主力。第三个，我认为是最重要的。土洋知识分子的合作，这一点是真正要命啊！怎么说要命呢？因为你如果说留洋知识分子搞事也就算，那留洋能有多少人呢？人是多，但是对比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你要怎么样去把整个串联？能留学的，就算给你10万好了，你对比整个中国人口还是很少。可是当清廷在各地开始开办所谓的新式学堂，而且是各种新式学堂，你一点的经历就可以看到，不管是陆军的新式学堂，还是一般的新式学堂，或者是法政速成学堂，结果这里面所有养出来的所谓本土新知识分子，通通变成革命分子，共识就是造反，对，通通变反清所以我觉得我这里可以用一个比较生动的形容，叫什么呢？叫做呢清廷的骨髓已死啊！他这时候得了思想的白血病。等于说呢，你像这个失去造血能力一样，你这个传统知识分子已经不见了，在生成新的，而大部分新的知识分子都是所谓的反清主义，或者说反满，他们想要来建造共。其实这个跟一个点很像，之前学长有提过一个东西，大家还记得吗？废除科举这个事情，其实很直接的把清廷原本传统有的结构给打垮了。到演变到这个时候，我们就不难发现，因为这些知识分子虽然他毕业一样当官，但他靠的是他自己个人的努力嘛。这个传统知识分子不一样传统知识分子的逻辑是，我的功名是受之于皇上啊，皇恩浩荡嘛，对不对？传统是这样觉得，天子门生嘛，所以他跟朝廷跟皇帝之间的人际缔结关系就断裂了。那这个断裂也就造成他所效忠的就不是一家一姓，而是呢，我效忠的是中国这个国家。那既然皇帝跟我也没关系，那皇帝不要也就刚好而已啊。那帝国就要变成共和国啊，这个逻辑链就串起来了哈。这边第4个就是充分呈现本土新知识分子的后来居上。这个后来居上倒不是说本土新知识分子比留洋新知识分子还要来得更加的激进或什么，不是，人数上更加的大规模，它是具有普遍的社会基础的。因为你到处开办嘛，你每年就毕业个几千几万人，那吓死人啊！你留洋回来的人数怎么可能可以比得上呢？所以这个才是导致我认为这个对清廷的速亡有很大的影响，而且重点是这个知识的传播速度真的是让你想象都想象不到的快。当然，这种彻底的转变还要一点时间哦。那最后一个要跟大家来分享，就是说这里面还有一个东西隐藏在背后，叫做世界性的革命潮流啊。对，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谈了好多，这些都是什么新知识分子、新军，而这些新知识分子呢，因为作为新知识分子有个特点嘛，他得去教育人嘛，所以不管他学的是不是教育，反正只要他学到新知，他就回来教书嘛。不管他的正职或兼职就是教书啊，正职可能在军队里面服役，他兼职就去教一下陆军学堂啊，去当教习啊，去干嘛？因为这些新知识分子能够教书有个特点嘛，要么他很能写，要么他很能说嘛。那能够传道授业解惑的人，他的影响力是很可怕。所以刚才学长提到朱执信很关键，为什么？因为朱执信的粉丝就一大堆啊。那另外是新军作为骨干，大家有没有发现呢？这2种人都是所谓的现代性很强的人。因为新式军人呢，他受了新式的教育，他也许在思想上没那么深刻，但是他在组织行动能力是一个经过现代化洗礼的，跟传统那一种帝国靠宗族、靠人际网络那一种传统那种知识分子的逻辑是不一样。而且呢，在这里面，知识分子往往扮演的是一个思想传递组织者的角色。新军呢，军人他们本身就很强、很严密的组织，所以他们往往扮演冲锋的角色。所以又有军师，又有冲锋陷阵，那当然一集合、一拍即上啊。所以新知识分子跟新式军人就成为新革命当中非常重要的力量。尤其是新式军人是越来越突出，因为他们有纪律、战力、新知识又有思想。这些新的革命领导人，你就可以看到后来一些新的革命党人就陆续的成为领袖嘛。比如说到民国初年，曾经
超新星级闪耀的宋教仁，他不就是新式知识分子代表，都是这样的一个背景而产生的哈。所以我们从这样的一个整个脉络，你就可以看到非常丰富的讨论了哈。最后还要讲一个这个是首次革命派跟立宪派的合作，为什么呢？这里要时间回推到1909年的广东省咨议局成立的时候，广东省咨议局成立的时候，我们刚才讲到了嘛，2个人被选为议员嘛，一个是邱逢甲，而且他还当选了广东咨议局的副议长。这里面进一步的，他还透过自己的力量在安插革命党人啊，例如说古应芬啊、周鲁啊。那另外就陈炯明啊，他也是咨议局议员，而且他当时其实已经秘密加入了同盟会。而且这2个人更厉害的是什么呢？他们在1909年11月的时候，就我刚才也说到，他们还到上海各省咨议局联合大会的代表，相当于广东省咨议局里面最干将的2个人啊，都成为了革命党的一份子。那你就可以知道说，立宪派的全面倒戈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而已啊。那2股势力的合流，你清朝能不倒吗？而且慈禧老太太不在啦，老菲儿的灵压消失啦，少了老菲儿灵压，大家蠢蠢欲动啊。那最后讲一个后续，是同盟会的香港支部就继续运作嘛。那另外南方支部也同时在胡汉民的串联之下，所以胡汉民就成为南方的革命领袖，也就为下一次的黄花岗起义，就是72烈士啊，还有后来辛亥革命的时候光复广东省的这样一个基干呢，做了很大的一个铺陈。所以革命党、立宪派的整个结合，然后就形成了民国初年这个风气，而我们在广州新兴起义就可以看到很大的一个端倪了哈。好，那我们今天大致就聊到这边了。讲新兴起义，它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起义的过程，然后它的内容也非常的丰富了，那也很极具启发性。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要继续把故事给讲下去哦。好，关于革命呢，我们真的是一讲一讲，渐次推进，其实真的是听得热血沸腾哦。到底接下来又要怎么发展呢？好，真的要让我们慢慢看下去。但看下去之前，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更重要的事情呢，是一定要加入我们的会员。我们现在会员呢都有会员完整版哦，所以呢完整版呢至少都50分钟以上，让你看得过瘾啊。当然公播版呢也是非常精彩哈，所以呢有钱出现，有力出力啊，希望大家一起来加油。那也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超级留言、超级感谢，让我们知道你的意见跟看法。我看王立本老师都会亲自去回复啊，好，尤其你是会员的话哈，那有什么问题也欢迎大家提出，我们会在之后的讲评当中把它给加进来啊。那最后呢，也欢迎通过线下的赞助，绿界、PayPal、微信、支付宝、邮局等等的赞助，让我们有更多的粮草可以继续败下去哦。那我们现在呢，还在募集30万订阅之中哦，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加油，好，我们继续来努力来冲刺，好，让这个故事更为广人知道。好，我们今天谢谢学长，好，谢谢学弟，谢谢大家。好，那我们就期待下一讲再相见喽，拜拜。拜拜。